像我们刚刚在HIVE发布的台湾企业 AI 趋势报告当中呢，我们看到 AI 成熟曲线其实是分为6个阶段。那上半场的电子业以及制造业论坛，其实我们是 focus 在第1到第3个阶段，也就是从准备部署 AI 到部署完成这个阶段。不过呢，要让 AI 成功体现商业价值，到进行跨部门的部署，到最后成为企业的 DNA， 其实我们还要经历第4到第6个阶段。这也就是我们这一场论坛的主题 AI Scaling。那在 AI Scaling 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呢？这一场论坛，我们就要针对这个主题进行交流。我们请到的主持人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简真富，论坛的嘉宾则有奇美医院的 AI 中心主任刘志峰，玉山金控的科技长张志新，伟谦科技总经理夏志豪，以及我们 Infuse AI 的创办人高嘉良，欢迎。在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清华讲座教授简真富，也是现在科技部人工智慧制造系统研究中心的主任。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来参与这个盛会，而且特别早来，学了很多。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 scaling， 我想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我们4位语坛的嘉宾。分别是我左手边奇美医院的刘中峰刘主任，另外是我们伟谦的夏志豪夏总经理，还有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台大资工系的张志新主任，那现在是玉山银行的科技长。那另外是我们这个 Infuse 的高嘉良高创办人。我想针对这个 scaling 的问题我想要先来请教 Michael， 因为伟谦既是伟创的子公司，但伟创也是一个蛮大的 user， 所以我相信你在公司内外有很多 scaling 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伟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olution 的 provider， 所以我想您刚好有2个角色来观察这个 scaling 的问题，是不是请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老师这个很高兴，我也跟简老师一样，今天早一点来学习这个看了几位前辈讲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把我们要讲的这个讨论 scaling 的问题，在前面的几个 section 好像都讲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讲了很多很多的困难，那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困难，而且今天有这么多人来，肯定是这个困难一定很大，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都来想来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呢，我刚刚跟老师有报告，就是我们发现有2个极端这个 AI 的 scaling， 这个主办单位找我的时候，我其实研究了一下，因为这个 AI scaling 这个字有比较少把这2个兜起来一起讲这个，所以我想了很久这件事情是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是2端。什么叫2端呢？有一些人听了 AI 以后就觉得他一定什么都可以 AI 一下就万能了，所以在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解决，另外一个是 AI 其实万万不能，其实大部分的问题也不一定可以解决，像刚刚这个几个前辈讲了，或者是先进讲了这一些，所以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你在跟谁谈这个问题。刚刚上一个 panel 这个有分享华泰的资讯长特别提到了我们的经验一样的，究竟你要跟谁讲 AI 这件事情？你是跟大家会告诉各位就是我们做 solution provider， 所以很多人讲你要 top down， 那你就会遇到好事跟坏事。好事是你就发现那个人可能很爱 AI， 那个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现在跟企业的2代来说都接受了，太好了。太好了，也有另外一个 risk 就来了，就是我讲的，他觉得你什么都能，你就是万能 AI 了。然后当你不太能的时候，他就对你报以非常失望的眼神，发现你没有办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万万不能的时候呢，他就报以非常高的这个
然后他会看电视，现在电视每天都有报，都各种不同的，所以这2个是我们认为在 AI 这件事。那 scaling 的问题也一样，是定义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复制？每个人的问题，我认为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 scaling 的问题就是，到底你要对谁说话，如何定义，如何你的对象讲清楚。我认为这个都是最大的问题。我相信今天的会议之后，将来老板们又觉得更多可以应用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哈，我想特别刘主任也是从学界到奇美医院整个集团也建立大数据跟 AI 的中心，然后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刚刚 Michael 也提到类似这样的情境，所以您在这个复制，因为医疗里面又更复杂，那您怎么样去处理这里面的 scaling 或是怎么去复制的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工具或是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好，谢谢老师。我们奇美医院大概前年5月成立 AI 中心哈，那它的任务就是第一个要建立大数据库，啊，资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才是开始在开发 AI 的相关的研发跟应用。那我们奇美的董事会院长都很支持这个 AI 的发展哈，所以我们是有系统去进行。首先我们就我们就补助了，好，大概全3院区大概有100个医疗同仁去上课，好，尤其像我们 AIA 那个人工智慧学校的课，啊，小则4周，好，大则4个月都有在上课了。上完课之后呢，我们中心会去各科室、各职类好去宣导，去开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跟他说，医疗科你 AI 怎么做？好，怎么做 ？AI 看起来很复杂，没关系，我们把它专业分工，我分成临床医师、AI 中心、资讯人员3个角色，各司其职，这样做就很快了。他们就觉得AI 好像容易了哈。那第3个就是我们鼓励同仁必须要以解决你们临床的问题来发想，不要只想研究，因为我们 AI 就是要做临床的，我们不是要做研究的。好，那就是你要找你们工作上真的遇到你在诊断上遇到问题，那去发想，尤其要找那些高危险医疗的问题，好，太简单了就不需要 AI 了嘛。好，那这样子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回馈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必须要让同仁要有高阶主管的支持啦，这个很重要哈。所以首先我们是董事会这样直接就下令下来的，办命令的哈，因为奇美集团那大家都还蛮不错的，那个反应都还不错哈。很多专案都是部门的部长或专科或次专科主任亲自带领的啊。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未来要在科室去推动就比较顺利啊，比较不会有抵抗的力量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策略就是这个 AI 必须要能够自发性使用，不要去强迫医师使用啊。那你自发性使用，医师才会有兴趣去尝试。你跟他强迫他就根本用就不用了哈。那这样子他们就会愿意去用，然后又有回馈回来。好，那当然刚好提到这个有人那个 AI 到底是万万不能还是万万能哈？我们常收到几个回馈，就是第一个这个没有 AI 我们也可以判断啊，以前都在讲啊，这边 AI 要买啊。第二个就是这有准吗？没准出代志谁要管啊？谁要负责？那这个准确率如果没有到达99.999% 就不要拿出来。各位你可以想一想99.9% 代表说1000个病人会出事1个哦，这是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哈。这个第2个问题啊。那第3个问题就是大家也知道的，那 AI 到底它怎么算出这个结果的？因为医疗临床有这么复杂的身体结构，你 AI 就给我告诉一个几率、一个百分比，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你要给我解释这个 AI 的结果哈。这是我们遇到的挑战了哈。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经验哈。那如果说厂商端上不一样了，厂商我来思考说，到底我们什么条件之下会去跟厂商买一个 AI 的产品？我现在还在思考。好，谢谢。非常谢谢刘主任的分享。不过刚刚也提到一个，就是说 AI 在应用的一些情境了哈，比如说怎么去解释等等。那事实上去年科技部应该是算在所有国家里面蛮早就去提出所谓 AI 研究的指引其中一个就是 AI 的可解释性，那当然也包括它的一些公共性等等这些，我相信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上科技部的网站可以看得到。那另外我也想要请教张科技长您也是学校的教授，那
刚刚有提到这个 top down 万万不能，可是玉山银行是在金控业很早就能够用，不管是早期的大数据，现在的 AI 等等。那您在接任这个科技长，你也特别提到，将来要导入 AI 数位转型，还有让它落地。这个落地部门的落地，应该就是一种 scaling。那这个生意的话是也不能错。刚刚这个李毅分享也是说，你们这个要100%哈，因为钱也非常重要。所以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在 scaling 上面碰到的一些问题跟观察？好，谢谢简老师。有关于 AI 的 scaling， 我觉得可以分成很多面向啊。第一个，比如说人才的 scaling，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人，各位知道在金融业是最保守的。那以前的人恐怕，比如说要我一样穿西装，早上8点半要去做早操，然后8点半一定要上班，5点半下班等等。那这些，如果我把这些 requirement 跟我的学生讲说，你们来玉山那要怎样，要穿西装，你觉得他们会来吗？应该不会来。那怎么样把它 scale up， 然后让吸引这些台清交成好的学生进来，这就是第一个面临的挑战。这其实是文化的融合，这个我想不是一时半刻讲得完的。那第二件事情有关于 scaling up， 就是怎么样把 AI 的面向把它散得很开来。那当然是在玉山银行里面，我们大概有50-60个 AI 的专案。那其实很多专案是做到最后才发觉，跟当初业管的需求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3不5时时常必须跟业务单位沟通，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你们资料要拿什么过来，然后两边怎么样把它 match 起来。所以这一部分就花掉很多时间。那加上各位知道这个银行是高度监理的机构，那金管会有各式各样的规定。常常你觉得这好像没问题啊，马上就卡关，东卡一个西卡一个。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从来没有碰到的问题。学校里很简单，你资料来，什么 Kaggle 资料来，丢进去训练，什么 PyTorch、TensorFlow 训练出来辨识率99%，哇，很好很好很棒。但是在银行里面就不一样，刚刚李毅经理也提到过，中间会卡到很多东西。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银行每个单位都要写一些文件，那金管会来稽查的时候，就根据这个文件来监督你有没有每件事情做得好。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业管单位他写说，每一次模型要更新，要人去检查才能放行，才能上线。这件事情我们就卡了很久。你觉得人怎么检查？人怎么检查这个 model 到底有没有变好还是变坏？这事情其实不容易说明。那其实我的任务其实一方面就是把这些技术的东西跟业管讲清楚，让他们知道说放心没有问题，我们做的一定比人好。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AI 的应用呢会非常在金融业会非常 diversify， 然后会碰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的信用卡盗刷侦测，当你一刷卡那一刹那，所有资料都全部回到我们总行，那你立刻要辨识说这个是不是盗刷，那你需要花多久时间去计算？那盗刷每天到底有多少人在刷玉山的信用卡？那量是大的不得了。所以这边还是有劳李毅把那个一刷完回去0.1秒答案就要回传。那一回传如果说这个有盗刷的疑虑，我们最简单的就是简讯警告。那第二个呢，就真的很危险，就打电话去给顾客说，你是不是真的刷某一张卡？那你可以想象说，我侦测这100笔里面有，比如说有5笔可能盗刷，我就打电话去问，一问的结果，我立刻就知道是不是盗刷。这在学术上叫 precision。各位如果有学过这个 information retrieval 就知道，我决定有100个，然后抓了3个出来，那3个回来到底5笔有疑虑，然后回来到底对了几笔？但这叫 precision 立刻可以知道。但是 recall 在哪里？recall 就是你真正盗刷 case， 你可能没有抓到啊。那个 recall 要1个月之后才知道，因为1个月之后你收到账单，才发觉我没有刷这一笔啊。然后就打电话到玉山说我没有刷这一笔，然后这时候才知道说，这笔盗刷我当初漏掉了。那 precision 跟 recall 这些事情呢，平常在我们学校讲，就算一算就结束啊。但真的落地的话，你就发觉就有很多不同步的情况。那这个信用卡盗刷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因为我们自从安装上了这个自动侦测系统呢，我们拦截率precision 可以提高3倍。那每年为玉山省下，如果没记错1万多元台币啊，不是美金。那
你就会讲说抱歉，1亿多元，我讲差了4个零，1万多元我自己出就可以了啊，1亿多元啊。那你可以想象哦，任何的盗刷，你只要打电话到银行说这不是我刷的，银行大部分都会赔哦。所以你省下的钱，就等于说真正帮玉山省下的钱哦。那另外还有一个 scale up， 就是说同样一个技术能不能散得很广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尝试做 robot 我讲错 chatbot 哦 chatbot 顾客打电话用网络上问问题，然后立刻就可以知道他问什么问题能够回复。那同样的chatbot能不能用在我们行内使用？那甚至可以用在语音使用。我们希望将来说，顾客打电话进来，描述说你的问题是什么，描述完以后，我们立刻转成逐字稿，立刻去辨识你的问题在哪里，立刻把相关的网页连接送回来。所以的所有成本都是人最贵，怎样把人力省下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好，我先分享到这里，谢谢。所以银行业差4个零，差很多。对，难怪李毅头发比较白。不过刚刚提到就是说，就像您刚刚提到，非常的 diversify， 又常常要更新，而且其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你的 model 一直要去做这种版本的控制嘛。那 Infuse 刚好是提供这样的 solution， 是不是请嘉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谢谢简老师跟Hive 办的这个活动。那早上宴开场的时候，其实提到就是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嘛。好，那这个是 Anderson Horowitz 说的。那另外一位这个Jensen 说的是 AI is eating software。好，当我们在看这个 scaling 的问题，就是说刚才像奇美医院以及玉山，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同时在 run 非常多 project， 好，甚至一个 project 里头可能是多个 AI model 共同来做这个判断。好，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 manage 这么多的 model 以及这么多的这个 development process？ 那这一个问题就是在这2年非常火热的叫做 MLOps 的这个议题。好，那我看 MLOps 这个议题大概有3个主要的挑战哦。第一个是说，它把这个资料跟 AI 的模型变成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传统上我们是在管 software， 然后可能就是采购 software， 可是我们变成要去管这些 data 跟这些模型，以及刚才这个已经提到的这个 feedback loop， 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模型越来越好？那要达成这个目的，其实既有的这些工具以及开发的这个习惯都不大适用。好，所以开始你会需要很多新的一些工具。好，那所以我们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些平台来让国内比较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同时展开很多 project 的这些单位来使用。那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挑战其实是 democratization 这个问题。好，我们从前面的分享都提到，就是说很多其实都是必须业务单位来 drive， 因为它有 domain knowledge。AI 对它而言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但是这个辅助的工具怎么够简单，让这些业务单位都能够从它现有的资料，甚至是跨部门的资料产生新的价值，好像因为老板才会看得到新的价值在这里。好，那这个是困难，好，因为业务单位他们没有这些 AI 的技能。那在 AI 学校学到了一些技能之后，那他怎么样有一个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常常讲就是可以 self service， 就是说他开始自己去 explore data， 去从 data 里面找到 insight。好，怎么样把这个文化深入到这个企业里面的各个部门去？好，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同样你也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共同的一个 tooling 去管这整个东西。好，那所以基本上第3个挑战是说，我们一旦把 AI 放到这个实际的 business logic 里面，像刚才这个科技长分享的，就是说它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跟传统的 software 啊，包括我们 feedback 怎么收，怎么 monitor 它的这个刚才讲的 precision recall， 那这些问题以及未来监管上或者是法遵上，我们都有像 explainability、ethics 这些问题。好，很多东西现在还在研究的前缘，但是大家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使用了。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弹性的机制，把这些新的东西需要管 model， 把 model 当做一个所谓的 first class citizen， 在你的 business 里面管的时候，需要一个够弹性的方式来管这些东西。那我先分享到这边。谢谢嘉良。刚刚嘉良提到的这样的情境，我相信比如说在奇美、在玉山、在伟谦都可能碰到。刘主任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说怎么样利用这些工具来做你们版本的控制？像你刚刚提到医院也是要常常做这样的变化，然后要让各个部门buy in。谢谢老师。的确哈，我们同时进行很多专案哈，一开始专案做的是飞快，飞快才知道说没有平台、没有工具真的不行。那刚好我们的同仁都有去台湾人工智能学校上课，他们上课所用的环境就是 Infuse AI 的环境，那我就跟他接洽，
那结果请他们来介绍，然后就要导入到我们医院里面来。那这对我们在平台的管理部署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平台的工具哈，我们就可以专心来做专业的部分啊，平台管理就让工具来帮我们做，这个是很重要哈。那我们目前学院大概有50个专案在进行了，大概有14个专案已经落地了，而落地会持续更新，都靠平台的帮忙，谢谢。刚刚一直提到我们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当然对整个这个 ecosystem 帮助很大，包括 Hive， 包括国发会、亚洲矽谷等等。我想要再请教 Michael， 就是说，就像这个 scale up， 除了内部组织，或者像您又是一个集团内的公司，那你包括整个产业的生态系统，那您是这里面非常 active 的 player， 你怎么来看待？以伟谦的角度来看待说，这个产业生态系统要怎么样让它更好或更活络，对于整个 AI 的 scale up， 或是更普遍的应用会更有帮助。我想从伟谦的角度跟伟谦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跟各位报告，因为伟谦是2个不同的股东，一个是伟创集团，一个是中华电信，2个不同的股东，所以一个是属于这个制造业集团呢，那从制造出发，那中华电信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电信公司，但是它的转型也希望能够做 ICT 的 player。那以伟谦来讲 ，focus 2个，刚好一个是制造业，还有一个是这个医疗。那的确在这2个里面都会大量的应用到不同的 AI， 甚至不同的场景。所以伟谦现在致力于在做的一个很大的工作，其实也跟包括 Infuse 这样子的这样 AI 的新创，或者是刚刚各位听到的杰伦这一些，我们很大量的希望能够跟这些新创的合作。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这些所有的新创的公司都非常的 active， 甚至是比我们还要专业。因为在他的那个 vertical territory 里面，我认为他们都是顶尖的专家。但是我们想，他们的确遇到一些困难。举个例来讲，他们如果要进到我们集团，或是像伟谦现在的客户，不管是这个反正都是很伟大的那些集团，这个第一个你们要先经过，各位都了解，要先经过 vendor code 审查，先审查你的资本额。审查你要多久，再来最后还没有要买东西以前，先跟你谈。那我们的 payment term 就是90天、120天，新创就想不要再参加这个比赛了，对不对？然后再来先叫你来 POC。刚刚杰伦的说他只做7天，没有啊，怎么可以只做7天？先来做3个月的 POC， 再来练习一下，怎么会只有7天？你说7天就可以吗？不可能，我就是要做，而且 A 做完 B 也要做一下 ，C 也要做一下。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不是客户，而是搭配不同。我们希望把他们不同的 application 的，结合伟谦的不同的平台，然后能够对应到不同的场景。我们有不同的客户里面，伟谦现在在做 AI 还做这样的平台，大概有超过2到3千个客户。那过去我们是提供云端的服务，现在走到不同的 domain。所以不同的 domain， 其实我们在做的2件事情，除了平台以外，就是整理客户的场景需求，不是客户需求。因而不同的场景需求的确需要不同的 machine learning 也好 ，AI 的工具进去。那这个我的看法是，只有实践中才知道答案，到底谁的工具是适合的。我认为在之前没有实验以前，其实是不晓得。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做这样子的媒合或修正，甚至也协助这些新创在做一些 SI，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在 core 做得很好，可是要接到客户的那个场景里面的时候，有非常多大量的 SI， 甚至你进去厂区，进去它的 HIS 里面，进去它的这个 ERP 或者是它相关的周边系统，我都认为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的角色，我们认为 scaling 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能够对应这些不同 expertise 的这种新创，对应到对的场景应用，这是我们第一个在做的。第二个就是协助客户厘清他的问题，然后帮他找到最好的这些工具能够放进来。伟创集团也有自己的 CVC， 也支持 Glodge Plus 来支持 AP Wars。以上都是公开新闻，所以都可以讲完，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跟这些人合作以后，带他们能够了解他的不足，并且对应到各种不同的场景。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也希望这样子的过程让 user 知道他可以用的工具是什么。那我们最希望就是不要每一个 user 都从头开始来开发，这个尽量用到工具来做，这样子。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而且透过这分享，比较了解伟谦其实不只是一个 solution provider， 还做了很多其他刚刚提到对于场景啊，对于去 bridge 这些，我可不可以再稍微追问一下，就是说以你们公司的人力组合大概是什么样？如果方便，会用 percentage 来说明，因为一般认知可能你们就是一个 solution provider， 但看起来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功能在里面。对，应该这么讲，我们这个 sales marketing function 大概有1/3到1/4，大概 run 25到30个人。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伟谦的业务同仁，他比较像 consultant 一样，他要去 identify 客户的场景，他并不是去卖这个一个产品，因为没有这个产品可以卖了，就是要 identify， 然后对应到这个。剩下有很大的人力的 engineering 的这个里面呢，大部分我们 call 它叫 engineering 而不叫 R&D， 因为 engineering 里面大部分就是对应刚刚讲的怎么样做这种 SI， 好，或者也有一部分是传统的 configuration， 一部分是 SI。那少部分的我们 leverage 伟创集团的开发人力是平台开发。那因为这个众所皆知，伟谦是 Microsoft 最重要，Microsoft 是伟谦最重要的 partner， 所以我们也在 leverage 他们很多 IoT 啦应用的 cloud platform， 所以这样子的对接，大概我们会是7:3比，然后后面的技术人员就是做这种资料科学啦、资料分析，然后以及场景对应。了解，谢谢。我想再请教科技长，就是说，刚刚提到这样的 scale up， 除了您刚刚分享很多跟技术面呐、还有一些开发上的实务，但您的3个 vision 里面也包含数位转型。换句话说，这样的 scale up 也会牵扯到组织本身。那当然，玉山本身很早就愿意 adopt 这些新的科技，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数位转型上，你碰到跟组织还有或是客户端或是你的协力伙伴之间的 issue， 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在 scale up 的过程碰到数位转型的一些议题？在数位转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数位转型就2个目标而已，一个就是流程要自动化，所以我们有蛮多人力花在 RPA 上面，叫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我想这大家大概都知道哦。但 RPA 里面常常会碰到很多 AI 的问题，所以第2个面向就是决策要智能化。那智能化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 machine learning。那 machine learning 我们还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想也不止玉山碰到，大概所有大的机构都会碰到，就是资料治理的问题。这个资料治理在小公司不会发生，在学校也不会发生，但一碰到公司部门变大了，那部门跟部门中间又有一些 KPI 竞争的关系。那资料怎么互相共享运用，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必须在，比如说在金控下面成立一个资料治理小组，那针对银行、针对证券，有没有各个分公司来制定一些资料治理的规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碰不到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些模型的落地呢，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金管会的各式各样的限制之外，其实最主要还是要常常跟业管沟通，所以我从学校到了银行里面，当然是等于转换一个跑道，其实碰到各式各样的情况，其实有时候也会蛮 shock， 蛮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就没办法，有时候规定就是规定，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会比较乐观一点，因为既然存网银的3张执照都已经发下来了，将来存网银是根本看不到分行，看不到柜员，那你很多身份的认证怎么进行？所以我们常常想说，这3家存网银好像就是鲶鱼在咬着我们传统银行。那我们其实我们都在猜说，再过来什么规定会放宽？那我们就开始在里面先把这些 AI 技术先磨练好，一旦放宽以后，立刻把服务推上线，要跟存网银来进行竞争。所以其实各家银行我想都非常努力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行里面其实也没有以前那种很少在那种数钞票，全部都是资料流过来流过去。那怎么样利用 AI 来让我们达到这个流程的自动化和决策智能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谢谢。非常感谢。所以您刚刚也特别强调这个资料治理的重要性。那 Infuse 当然刚嘉良分享比较偏版本的管理。不晓得在资料治理，乃至于其他像治安或相关的这些协助的功能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 ？OK，
资料的截取跟治理的确是也算，你可以把它当做是 MLOps 的一部分哦。那这个如果你在矽谷的话，就会看到这个每一个 MLOps 的 stage 都有10家新创以上。好，那所以这个在这2年来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的做法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每一个 MLOps 的这个步骤全部都做完。好，我们大概公司在20个人。好，那但是这上面非常多的 tooling 都是 open source 的。好，或是甚至是有商业公司 support 的所谓 open core 的 model。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今年的这个 roadmap 呢，就是把我们变成全世界最好的一个 pluggable 的 MLOps 的平台。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包括资料治理，或者是说后面法遵必须做一些 model 的侦测，这些都有专业的公司在做。那也有一大包的，像是巨大的这个 consulting 公司，它会提供你一大包，但通常就不会太好用。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所谓 best of breed 的这些 tooling， 好，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最容易的串接起来。那资料治理当然就是前面我们能够你可以把它想象是这个模型的生产历程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也在我们这个范围里头。那我想要再请教刘主任哦，就是说，因为生医的资料当然或是特别跟病人的相关的这些资料都非常的敏感。那当然。奇美在您贵中心的领导跟开发上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应用，未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应用？怎么样扩散？不管是在奇美集团的几个医院里面，或是应用到别的地方，乃至于跟学术界啊，或跟其他产业跨业的结合。其实医疗业跟制造业跟电子业是差异很大的。我看可能在座很多朋友不太清楚的。那事实上，医疗行为医疗的诊断是跟有地域性的，好，比如说，病人在奇美院看病跟在成大看病，这个族群可能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给他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因为他可能连吃的饭都不一样，用的药都不一样，所以如果奇美的 model 是不是可以拿去台中用或高雄用，这都要验证。好，那通常是会降低它的正确率的。好，所以这医疗的 AI 就是这一点是稍微比较不容易说很容易就去扩散使用，不太容易。而且我们常常说资料要做联合训练，那这个资料要走出医院大门，这就是一个很大挑战的。哈，有很多法规的限制。哈，当然你要申请 IRB， 但 IRB 过了之后是我给你还是你给我，这又是一个很大问题了哈。因为大家都是很大，刚刚说的，即使同一家公司不同部门，它都彼此在竞争，更何况是医疗哈，所以这个是很有机会。我们也在想说，我们开发这么多那个 AI 的软体，那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其他那个3D 偏远的医疗机构？就好像他们有医学中心等级的决策的品质，是可行的，但是技术早就没问题了哈。那应该是法规上的问题了。这个因为如果软体要输出，可能要经过 TFDA 的认证因为它毕竟不是一般的软体它可能也是在医疗器材的部分这个问题就太大了。那医院的角色它不太容易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啊。医院就是看病而已，你就要去处理这些商业行为，不是奇美的专长或许其他大医院可能就比较有方法。谢谢。那我再追问一下，比如说跟学术界，因为像科技部的4个中心里面就有2个。在台大跟成大，那清华现在也要成立学士后医学系啊，以后可以跟清华合作一下，广告一下，请大家多支持这样。那您觉得学术界跟医院，特别是像有您这样的中心，那在座您本身也是从学界过来，您觉得这一方面合作的机会怎么样？合作机会是如果站在学界的话，我也是学界出来的，那学界最重要就是做研究哈。那做研究当然是有无穷的题目可以做啦。但是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来听，应该是想要说有什么利基，产业的利基才是关键。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AI 对我们医疗来说，最重要就是提高品质，跟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2项都没办法换钱，很重要，都没有换钱。按理说，那总是那个效率提高了，是不是可以省人？也不行。为什么不行？有法规有限制哈。医疗机构设置办法，或是医疗法规，或是合理门诊量，你要多做也不行，你要省人也不行，什么都不行。所以你要说服老板、医院的院长说，好，那我们跟他买一个 AI 很厉害，那
到底有什么那个成本效益，这个真的要好好思考了哈。这是在医疗界比较特别的。如果说你把 AI 跟仪器连在一起，就机会就很大了。因为医疗机构买仪器是不手软的，好几千万、几亿都在买哈。你把它合在一起，当做一个仪器的附加的功能，那就非常好。哦，那单独要卖一个 AI， 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太容易啊。我们自己开发当然天马行空都可以做。哦，真的要去卖、要去获利，不是那么，就是要在思考。哦，我也是乐观其成的，但是要思考。我们也乐观其成，清华跟你们合作。那不过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医疗方面受限于一些法规嘛，哈。那我想要请教 Michael， 就是说产业界，特别制造业，应该一方面老板可能看了像今天的报道以后，就觉得回去要做什么哈，但另外一方面，等到做一阵子，又回过头来要看绩效。那当然，这也是很多作为 solution provider 或是 consultant 等等，要想办法去协助对方的，这怎么呈现？不管是刚刚刘主任提到的人力的减少、效率、品质、营收等等，那您的经验呢？就是说，你觉得在哪一些 KPI 上面是比较有机会去呈现导入 AI 的价值？这个各位都了解啊，这个。伟创或者是台湾所有的电子五哥，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效率，这个100%，因为我们的毛利常被人家笑毛3到4，保1保2，所以我相信，即使是我们都是最好的。那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在考虑 AI 的时候，可能考虑更多的是价值，而不只是省。因为如果要省的话，因为我认为这30年来。这个老师是工业工程系的专家，这个 IE 这30年来、40年来，告诉所有的工厂，就是告诉怎么样在生产、在制成各种不同，几千万的专家已经是把它这个布已经扭到大概只差没有干的，不用风吹就是干的了。所以在考虑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跟很多的不管大厂商考虑都是未来价值，而不只是 cost down 而已，或是不是减人，而是譬如说搬一个厂。像我们现在开始办不同的厂，今天各位看到的消息叫伟创印度复工。那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能不只是考虑 cost down， 我觉得要考虑价值，考虑未来。谢谢。时间大概剩下2-3分钟啊。不过刚刚 Michael Q 了我一下哦。这个一方面我现在当中国工业工程学会理事长，刚刚提到这个 cost down， 当然工业工程过去更多是在做。生产力的提升，哈，那 cost down 是它其中的一环。不过，如果各位有兴趣，去年台积电创办人 Morris 他在清华有一个演讲，网络上也有影片，他提到当 CEO， 我相信在座都想要当未来的 to B 的 CEO 或未来现在的 CEO， 他说要去 mobilize 公司所有的资源来满足外部的需求，而现在影响到成本的这个。大部分不是来自于资源 item 本身的浪费，而是在那个 mobilize 动员，而这个动员其实就是未来在谈智慧制造、聪明生产，很多可以结合 AI 大数据。那事实上这也是现在工业工程正在做的事情哦。所以 Michael 有空还要再回来再充电一下，重新 update 一下现在的工业工程。那对对，那也那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再次的感谢。这个4位与谈者，还是嘉良还有这个还想要，不好意思，我想有一个最后的 comment， 因为我是做这个 software 新创嘛，那在座很多这个创投及业界的这个前辈，大家常常有个感叹，就是说台湾的这个 software 不行啊，就是。这个多少年才有这个在东京上市的哈？那我觉得我们回到这个，我现在把这一种 software 叫做 software 1.0哦。那台湾其实已经看到它的，我们站的点是在这个 silicon 的 provider IC 上面，到 cloud 这一段基本上是 miss 掉了。那我们把 AI 从早上这个 Ian 的报告，模型的数量爆炸性成长，我们把 AI 所 operate 的 software 叫做 software 2.0的话，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很难去做跟 Google 或是 Facebook compete 的这种最前沿的这个。需要大量规模的这个研究，好，这个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其实 MLOps 怎么样去管这些模型，怎么样去 operate 这些模型，你就可以想象它是 Software 2.0的 Silicon。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觉得台湾很大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家。那我们再次感谢4位与谈嘉宾。好，谢谢主持人还有论坛嘉宾。